啱啱你所見到嘅大部分 footage 其實都係由呢一部全新嘅 Canon EOS R7 去拍攝嘅。先講翻呢一部機，其實係 Canon 嘅 APS-C 旗艦機種，價錢就大約為12,000蚊港幣左右。咁喺呢一條 video 裏面，我就會同大家分享下呢一部機到底有啲咩吸引我，又或者係有啲咩我覺得唔好嘅地方，我自己嘅使用過程，同埋到底有咩用家先適合呢一部機呢？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就即刻開始。首先，我最中意嘅就係 R7 喺影相方面有3250萬像素，咁佢嘅 file size 唔會太大之餘，亦都俾到一啲後製嘅空間我哋去做裁切啦，仲要有每秒15張嘅機械快門同埋30張嘅電子快門連拍，其實都幾適合去做一啲生態攝影或者係運動攝影啦。咁我自己都覺得幾夠用㗎啦。另外呢一部機亦都有一個全新嘅全景拍攝功能啦。呢樣嘢喺我以前嘅相機上面都未出現過嘅。好，咁我哋今日就嚟到飛鵝山呢度，就我哋會試一試呢個 R7 獨有嘅全景模式。基本上就係攞住部機撳實個掣，然之後自己轉半個圈或者一個圈就已經影到張相㗎啦。係啦，咁大家就可以見到其實使用過程係好簡單同埋好有趣啦，出嚟個效果亦都係幾好睇嘅。跟住就嚟到呢一部機嘅影片規格啦，佢最高可以拍攝到 4K 60fps。1080p 嘅120fps，咁如果你想做一啲 slow motion 嘅 shot 呢，咁就完全冇問題啦。另外佢都有一個高級啲嘅 4K Fine 模式啦，咁最高就係可以拍到30fps，運用一個 7K oversampling 嘅超彩技術去拍攝一個又高清又 sharp 嘅畫面。咁喺動態範圍方面，佢就可以拍攝到 10bit C-Log3 422嘅格式，咁10bit 嘅色彩深度就可以俾我哋記錄到10億種顏色。對於我哋平時嘅後製調色會有非常之大嘅幫助，咁我哋就可以做多啲 aggressive 啲嘅改動啦。比起好多相機嘅8bit 色彩深度好好多啦，成個圖像亦都冇咁容易散嘅。喺自動對焦方面，呢一部機就用咗 Canon 嘅 Dual Pixel CMOS AF2，咁佢就可以好似 R3 咁樣做到人物偵測、動物偵測同埋車輛偵測。實際用落嘅時候，我都覺得非常之可靠啦，就好似我用緊 R5 同埋 R6 咁樣。喺呢條片裏面，你會見到我右轉圈、右手震，個頭又擰嚟擰去啦，但係佢個 focus 亦都係可以 track 住喺我樣度，咁其實就已經好可靠㗎啦。呢部機擁有內置嘅8級5軸機身防震啦，咁就即係平時我喺 R5 同埋 R6 用開嘅 IBIS， 亦都係一個平時我非常之依賴同埋重用嘅功能嚟嘅。Canon 無反相機嘅內置機身防震可以話係市場上做得較好，甚至係領先。無論喺影相同埋拍片方面都會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啦，令到你影出嚟嘅每一張相、每一條片都更加穩定。咁都分享下啦，基本上用咗 Canon 嘅無反相機之後呢，我係未試過刪咗呢個 IBIS 嘅功能嘅。咁喺我用咗 R7 一段時間之後呢，我發現自己都幾中意佢嘅操作同埋功能掣嘅，分別就係全新嘅觸控轉盤設計啦，對焦模式開關掣，開關掣有埋 Video Mode， 雙記憶卡插槽、快門簾、Flip Mon， 機身淨重530g， 仲要係用緊 LPE6NH 電池，即係同我部 R5 一樣。OK， 咁呢一部機亦都冇一個30分鐘嘅錄影限制，咁就方便咗我哋平時去拍一啲 interviews 啦，或者係 YouTube video 等等。咁基本上佢都唔會過熱嘅，大量嘅 YouTube channel 已經 test 過㗎啦。喺實際嘅拍攝情況下，佢都唔會出現 overheat 嘅情況，咁所以都唔需要擔心呢一點㗎啦。我啱啱所講嘅幾個功能其實都令到呢一部機更加專業，可靠性大大提高啦，令到你可以拎呢一部機去接 job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就講下呢一部機有啲咩係唔好嘅。首先令好多用家卻步嘅原因就係因為呢一部機係一部 APS-C 嘅相機，佢嘅 sensor size 會比 full frame 機細啦，喺低光嘅環境拍攝就會多 noise 一啲啦，呢個位就會蝕底啲啦。咁不過喺我嘅使用過程當中呢，我發現佢嘅低光能力都唔算差，咁只要喺後製嘅時候做翻 denoise，咁其實就已經可以清除到畫面上面大部分嘅雜訊，影響呢都唔算好大嘅。咁整體嚟講啦，用呢一個價錢買到呢一部機，咁我覺得都可以接受嘅。
仲有就係 APS-C 機會有一個1.6倍嘅 crop factor。當我哋用 full frame 鏡頭嘅時候，其實喺影相同埋拍片方面都會出現裁切。咁而家就俾你睇下到底 full frame 同埋 APS-C 嘅1.6倍 crop 喺畫面上面有咩分別。個人就認為 full frame 嘅16mm 用嚟拍 vlog 或者係影風景嘅感覺會好好多啦。呢樣嘢大家就要留意下啦。咁都唔係冇辦法嘅。補償嘅方法就係買多一支比較 wide 嘅鏡頭啦，又或者係將一啲 adapter 或者 speed booster 等等嘅接環裝喺 sensor 前面，咁就可以彌補呢一個裁切啦。好，咁最後就同大家分享下一啲我嘅使用心得啦。我自己就認為呢一部機係設計俾一啲中階嘅用家，或者係一啲希望兼顧影相同埋拍片兩方面嘅用家都會適合嘅。我認為呢一部機最大嘅賣點呢，其實係佢簡單同埋方便嘅操作。呢一個觸控轉盤嘅設計，其實喺影相嘅時候係真係幾就手嘅。望住個 viewfinder 呢，隻手就可以扭個轉盤去改變你嘅 settings。用家可以運用 C123嘅手動模式去 customize 翻一啲個人化嘅 settings， 咁喺一啲 run and gun 啊，或者好趕時間嘅拍攝情況下，佢就會係一個好好嘅幫手嚟噶啦。至於一啲比較專業嘅用家，可能係用緊 R5 或者 R6 嘅，就有機會會買呢一部機嚟做一個 B cam 啦，或者 backup camera。咁我都覺得呢一部機嘅重量其實會好適合大部分嘅女仔去用嘅，絕對會係好多人拎出街輕鬆影相嘅選擇。好開心 Canon 終於推出一部咁樣嘅相機啦！因為喺幾年前以同樣嘅價錢根本冇可能買到咁高質素、有咁強影片拍攝能力嘅相機。好，咁都希望大家考慮清楚呢部機究竟係咪適合你，先至好去購買啦。我係 Samuel，我哋下條 video 再見，Peace out，拜拜。